老百姓常说春捂秋冻，意思是说春天棉衣要晚脱一段时间，以免受凉生病。秋天则相反，厚衣服要晚些穿，多经受寒冷的刺激，从而增强机体抵抗力。不过，不同的人群，人体的不同部位都应区别对待，一味的秋冻就会把身体冻坏。首先要因人而异，年轻人血气方刚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力较强，可冻。而老年人和一部分慢性病患者，如心血管和哮喘病人，大多肾阳衰微，经不起太冷的刺激，冻后可能会引起疾病发作。这些人不仅不能秋冻，还应注意保暖。其次，对身体的不同部位要区别对待。人体的腹部、脚部、颈部、肩部容易受凉，引发不适，故忌冻。最后，要领悟秋冻的内涵。对于秋冻的理解，不应只局限于畏寒不忙添衣，还应从广义上去理解，诸如运动锻炼，也要讲求耐寒锻炼，增强机体适应寒冷气候的能力。另外，运动时切勿搞得大汗淋漓，以周身微热、尚未出汗为佳，以保证阴经的内敛，不使阳气外耗。秋季天气逐渐转凉，空气湿度下降，水汽减少，干燥度增大，燥邪乘机侵入人体，伤肺、伤阴、伤筋，使人出现皮肤干涩、口干咽燥、头痛、大便干结等津伤湿润的秋燥症状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中医认为应从以下几点来改善：一、少盐补气。人体三宝为精、气、神。人体三窍，口为气之窍，少盐补气；耳为精之窍，节听补精；眼为神之窍，闭目可养神。少盐是为了保护肺气和心气，当人每天不停地说话时会伤气，其中最易伤害肺气和心气。补气的方法为西洋参10克，麦冬10克，泡水代茶饮，每天1次。二、皮肤保湿。秋天对应人体的肺脏，而肺脏的功能是主管人体皮肤，所以皮肤的好坏与人体肺脏相关。肌肤保湿除了擦保湿护肤品外，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实用的饮食方法，以调理内分泌，让肌肤由内而外的润起来。食物以多吃百合为最佳，这是因为百合有润肺止咳、清心安神、补中益气的功能。但百合因其甘寒致润，凡风寒咳嗽、大便溏泻、脾胃虚弱者忌用。还可多吃梨和香蕉，梨肉香甜可口，肥嫩多汁，有清热解毒、润肺生津、止咳化痰等功效。生食、榨汁、炖煮或熬膏，对肺热咳嗽、麻疹及老年咳嗽、支气管炎等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。若与荸荠、蜂蜜、甘蔗等榨汁同服，效果更佳。但梨是寒性水果，对于寒性体质、脾胃虚弱的人应少吃。香蕉有润肠通便、润肺止咳、清热解毒、助消化和健脑的作用，但胃酸过多者不宜吃香蕉，胃痛、消化不良、腹泻者也应少吃。三、秋燥补水。多喝水是秋季养肺最简单的一招。秋季气候干燥，人体会大量损耗水分。据测算，人体皮肤每天蒸发的水分在600毫升以上，从鼻腔呼出的水分也不下300毫升。为及时补足这些损失，秋天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水500毫升以上，以保持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。进入秋季以后，天气逐渐凉爽干燥，这样的气候虽然会使人有秋高气爽的舒适感觉，但干燥也会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。在家进行简单的自我按摩，能有效防止秋燥对人的侵害。一、压揉承浆。承浆穴在下唇凹陷处，以食指用力压探，口腔内会涌出津液。糖尿病患者用力压揉此处10余次，口渴感即可消失。在不缺水的情况下，可不必反复饮水。这种津液不仅可以预防秋燥，而且含有延缓衰老的腮腺素，可使老年人面色红润。二、按摩鼻部以开肺窍。中医认为肺开窍于鼻，不少人鼻黏膜对冷空气异常敏感，秋天冷风一吹就会伤风感冒，经久难愈。所以在初秋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坚持用冷水洗脸，
并按摩鼻部，有助于养肺。方法一为磨鼻，磨鼻是将两手手指相互摩擦，有热感后，用手指在鼻梁、鼻翼两侧上下按摩50次，可增强鼻的抗寒力，亦可治伤风、鼻塞等。方法二是浴鼻，每日早晚将鼻浸于冷水中，闭气不息，换气后再进入，也可以用毛巾浸冷水后敷于鼻上，坚持至寒冬。3. 揉腹排便。秋季气候干燥，大便也会干结难排，有许多人甚至数日一解，或用药物来维持大便通畅，结果造成习惯性便秘。按摩是一种简单易行的通便方法，这种方法可在晚上睡觉前或清晨起床前进行。具体操作方法是：先将两手掌心摩擦至热，然后掌心放在下腹部，按顺时针方向按摩，共按摩30圈。4. 咀嚼骨数。晨起和睡前，有如咀嚼口香糖样张大口，做上下颚运动，然后闭嘴，舌抵上颚，鼓数100次，使津液满口，徐徐咽下，反复36回。咀嚼时，胃肠血流量增加，血液循环加快，可抵御秋季凉气对胃肠的损伤。5. 按揉脚底。人之脚如树之根，人老脚先衰，树枯根先竭，脚被称为人的第二心脏。人体各脏腑、器官组织在脚部都有其相对应的反射区。通过按摩刺激，增强机体对应部位的自我调制，改善血液循环，调节肝脏功能，加速人体抗病排毒能力。每天早晚用大拇指点揉100次即可。6. 常搓虎口。合谷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虎口。虎口、荣骨、合谷、颔口。合谷穴属于手阳明大肠经的穴道，是一个很重要又好用腹穴位。为什么叫合谷穴呢？就是因为它的位置在大拇指和食指的虎口间，拇指食指像两座山，虎口似一山谷，合谷穴在其中故名。如果你有牙疼、耳鸣、眼睛红肿、鼻出血、咽喉肿痛、便秘，或者脸上的青春痘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往外冒，就可以按合谷穴来消火。手法上，这个穴位按摩比较方便，无需固定的次数。7. 轻敲眼眶。肺与大肠相表里，由于秋燥易导致大肠蠕动变慢，形成季节性便秘。专家介绍一种敲法，眼睛的正下方颊柜处是大肠经络贯通处，只要有规律的刺激眼眶正下方或颧骨四周，就可使肠功能恢复正常。并拢时、中、无名指，以指肚有节律的轻敲。早餐后10至15分钟是大肠最易发生作用的时间，此时做几分钟的秋季敲法，可立刻产生便意。便通则肺意强，整个精神状态也会明显改善。慢性支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、肺气肿、肺心病等是老年人多发病，患者除使用必要的药物治疗外，再配合适当的饮食调理，对治疗和症状缓解有一定的好处。慢性支气管炎应保证足够的营养，属于热症、实症者，忌食高脂肪和过甘甘甜的食物，可常吃些瘦肉、鱼、鸡及豆制品。还应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如萝卜、山药、白菜及苹果、梨、橘子等。日常吃参苓粥、猪肺粥可以增强呼吸系统的防御功能。严禁饮酒及吃刺激性的辛辣食物。支气管哮喘要保证足够的热量，发作时应以清淡易消化的软食为主，缓解期要注意营养，可食用黄芪炖鸽肉，或以冬虫夏草炖胎盘等，起到健脾补肾、增强体质、调节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。平时多吃富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及富钙食物。维生素 A 有润肺、保护气管上皮细胞的功能，如猪肝、蛋黄、胡萝卜、杏、南瓜等。钙能增强气管抗过敏能力，如猪骨、豆制品、芝麻、红枣、芹菜叶、柚子、柑橘等。肺气肿病人因血液偏酸性，应增加食用含碱性的食物，多吃富含 B 族维生素、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，如猪肝、蛋黄、鱼肝油、胡萝卜、韭菜、南瓜、杏、大枣、番茄、青椒等。
同时应避免吃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，如鱼、虾、蛋等。急性发作期应少吃脂肪，禁饮酒和浓茶，忌食辛辣之品。有水肿的病人要予以低盐饮食，每顿不宜吃得过饱，因过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。病情缓解期饮食应多样化，可增添些含蛋白质高的食物及新鲜蔬菜、水果。肺心病宜食用具有生津润燥、不易废气的食物，如梨、银耳、蜂蜜、燕窝、香蕉、白术、桂枝等，宜食用低盐、高维生素、中度蛋白质、适量碳水化合物的饮食，少食多餐，适当吃些柑橘类水果，以补钾排钠。饮食不宜太精细，要掺杂一些粗粮，吃些富含嫩纤维的蔬菜和水果，既有助消化，又可预防便秘，以免因便秘诱发心力衰竭。饮水一次不宜过多，以防因血容量突然增加，加重心脏负担。冻疮是对寒冷、潮湿、非冰冻环境的异常炎症反应。虽然冻疮常常发生在冬季，但其防治应从秋末开始，以当归为主的汤药最为有效。中医认为，冻疮虽然病在皮肤上，其实多为体内阳气不足，外寒侵袭，阳气不深，寒凝血瘀而致。因此，在治疗上常采用温经散寒、活血化瘀、消肿止痛的方法。方药以当归为主，可选择当归四逆汤。制作方法为：当归15克，桂枝12克，赤芍10克，细辛6克，通草6克，甘草6克，大枣8枚，煎服。本方可使阳气通、寒气散、气血通畅，对治疗冻疮非常有效。除内服中药外，还可外用红苓酒。制作方法为：当归60克，红花30克，川椒30克，肉桂60克，细辛15克，干姜30克，樟脑15克，用95%酒精1000毫升浸泡7天后外茶换处。或用鲜红辣椒3至5个，放入75%酒精或高度白酒250克内，浸泡7天制作的辣椒丁都有较好疗效。新发冻疮未溃破者，还可用麝香止痛膏贴患处，也可用红花油、活络油等外擦。若冻疮瘙痒，不能用手抓搔，以免抓破感染。在食疗方面，也以当归为主，可多食牛羊肉、生姜、胡椒、肉桂等热性食物，常服当归生姜羊肉汤，对预防和治疗冻疮有较好疗效。制作方法为：当归30克，生姜20克，羊肉500克，加水适量煎煮，亦可适当加些盐、调料等。久服补血活血，温阳益气，强身健体。也可自己泡制中药酒，取生姜、当归、红花、川芎各10克，同浸于500毫升白酒中，1周后即可服用，每次饮酒10毫升，每日2次。另外，入冬以后要注意全身及手足保暖和干燥，衣服鞋袜宜宽松干燥。一旦发生冻疮，应当先用温水浸泡，不要立即烘烤或用热水烫洗，否则容易导致局部溃烂。伏案工作者，久坐后要适当起身活动，以促进气血流通。初秋是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大幅上升的时节，特别是患有高血压、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，初秋一定要当心脑中风。专家认为，在日常生活中采取下列措施，可有效预防或减少脑中风的发生。如果出现头痛、头晕、晕厥、半身麻木、肢体无力等中风预兆，应及时到医院就诊。脑中风的发生与老年人血液粘稠度增高有关。人们经过一夜睡眠、出汗和排尿后，人体水分减少，血液粘稠度会升高，而且老年人的口渴中枢相对比较迟钝，很多人因为不渴而不主动喝水。其实不渴并不等于不缺水，因此为使血液得到稀释，老年人夜晚入睡前及早晨起床后，应喝下约200毫升白开水，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起到预防中风的作用。研究发现，每天吃1至2根香蕉，可使中风发病率减少40%。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钾盐，钾对于增强心脏的正常收缩功能具有重要作用，还可抗动脉硬化，保护心血管。此外，
老年人还可以多吃醋、山楂等能降血脂、软化血管的食物。老年性便秘不仅会延长排便时间，还会因排便用力导致心脏负担加重和血压升高，甚至诱发脑中风。为保持大便通畅，应常吃红薯、菠菜、竹笋、芹菜、大白菜等富含粗纤维的食物，促进肠道蠕动。同时，应养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。必要时可服用一些如润肠丸、果导片等药物。散步是老年人最安全的有氧代谢运动，长期坚持可使血压下降、血糖降低，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。夏天锻炼时间最好选在清晨和黄昏，宜在平坦的地面行走，每次30至40分钟，距离为1.5公里。可以进行做操、打太极拳等运动量不大的体育锻炼，但不宜进行剧烈活动。另外，在初秋季节，要注意随时增减衣服，夜间防止受凉。阴天下雨少外出，并应勤观测血压。